我和陆岩也算少年夫妻，结婚4年，我为了他放弃职场，全职在家，到头来却只能落得他一句黄脸婆一个，也不知道拿镜子照照自己，就你这副鬼样子，也能让人下得去嘴。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冬至那天，江州市下了一场很大的雪，医院的走廊里到处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我焦急不安地一遍又一遍拨打着老公的电话，冰冷的机械女声重复着对方无人接听。半个小时以后，医生终于从病房走了出来，我急忙迎上去，问道：医生，我女儿情况怎么样？年近50，头发稀疏的主治医生看着我长长的叹了口气，幸亏送得及时，再迟一步，小姑娘的情况就危险了，给她开了2瓶点滴，有事儿可以找工作台的护士帮忙。听到这话，我一路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浑身瘫软地靠在了墙上，缓了一会儿，才擦干眼角的泪痕，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走进病房。不到3岁的女儿正输着点滴，一脸期盼地看着我问：妈妈，爸爸呢？我强忍着心底的怒火，坐在床边为她掩了掩被角，挤出一抹笑意。爸爸是健身教练，他们正在忙训练，等他放假了再回来陪婉婉，好不好？女儿冰凉的小手贴着我的手心，乖巧地说道：婉婉会乖乖地等爸爸回来陪婉婉。话虽这么说，可神色还是难掩落寞失望。我摸了摸她的头，给她鼓励：婉婉真棒，肚子饿不饿？有没有想吃的东西？妈妈去给你买。小家伙圆圆的大眼睛忽闪忽闪，我想吃妈妈做的西红柿鸡蛋面，可以吗？我看了眼手表的时间，医院离家有将近半个小时的车程，再加上下雪天不好打车，来回就得将近2个小时。我扯了扯嘴角，妈妈不放心把婉婉一个人丢在医院里，医院有食堂，妈妈去给婉婉买一份西红柿鸡蛋面好不好？听到这话，女儿嘴巴嘟了嘟，却也只说了一句好。刚到医院1楼大厅，我竟隐隐约约看到了老公去护士台的背影。我以为他是部队临时休假回家，得知女儿生病住院的消息，才匆忙赶到了医院。未曾想眨眼间，他已紧紧抱着一个哭得梨花带雨的女孩。那个女孩看起来也就25、26的模样。有一次我在她的手机上无意中见过这个女孩的照片，那时候她说只是朋友的妹妹罗欣，现在看来是情妹妹还差不多。我走近一步，只听到林欣声音娇弱地说道：周波哥哥。我当时好害怕呀，刹车失灵的时候，我只怕以后再也不能见到你。周波一脸心疼地摸了摸他的鼻子：你怎么这么傻？这么大的雪还要开车跑出来见我，连自己的安危都不顾。幸亏没出什么大事，不然留下我一个人怎么办？林欣咬了咬唇角，还没来得及回应，目光就落在了我身上，挑衅的目光看向我，假装无意地问道：那在你心里最在乎的人是谁？我忽略手心传来的痛意，直接开启手机录音功能，只听到周波宠溺的声音从前面传来：傻瓜，我最爱的人当然是你，王佳佳那个女人连你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黄脸婆一个，脾气又大，要不是看在她能照顾好家里的份上，我早就和她离婚了。看着他们相拥而泣，亲热无比的模样，我直接拍下了几十张照片，转身离开。现在撕破脸显然不是最明智的选择。看着手机里的照片，我突然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的离婚理由。
毕竟在这场婚姻里，腻了的不止他周波一个人。与其在这场索然无味的婚姻里委曲求全，不如直接发疯，外耗别人。去他的忍意时风平浪静。女儿病好后，办完出院手续，我就开始着手准备关于离婚的事项。我是一个孤儿，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被亲生父母丢弃在了一个垃圾堆旁边。如果不是路过的一对夫妻捡到我，怕是早就被活活饿死。可我没有像电视剧里演的那么好命，捡到我的人家会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他们只是觉得能白捡一个女孩，给点吃的养大，将来嫁出去就能换一笔彩礼给儿子结婚娶媳妇，这样一看很划算。所以我就被留在了王家。如果不是9年义务教育，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在王家，我就像一个出气筒一样，不管是谁，只要不高兴了，都能过来对我拳打脚踢。打完以后，我照样得爬起来跑去洗一大堆衣服，做王家5口人的饭。从小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我养成了见人就讨好微笑的习惯。虽然我打心里讨厌这样的自己，可我没办法，为了少挨一顿打，我只能这样卑躬屈膝。初3暑假那年，二弟趁一家人午睡的时候闯进了我的房间。身高还没有我高的他，死命压着我的手，说我身上很香，手腕被攥得生疼。我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了他，听到声音赶过来的养母却直接反手一个耳光打在了我的脸上。他的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你个不要脸的贱皮子，连自己的弟弟都勾引，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我呸！火辣辣的痛意从脸颊蔓延至眼眶，我拼命摇头，否认着他说的话，可换来的却是另一个巴掌。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那双鄙夷不屑的眼神，仿佛就像在看一个脏东西一样。我扬起红肿破皮的脸，双手紧握成拳。那是我第一次敢于用仇恨的目光直视他，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从那天起，为了防止王家兄弟2人被我这个不干不净的脏玩意儿祸害，他们直接托村子里的人把我带到一个从来都没有去过、对我而言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打工。就这样，在刚满15岁的年纪，我成了一个工厂打工小妹。那3年的时间里，我硬是靠着干活勤快、老实本分的性格在车间里留了下来。眼看就能升职成为车间副主任的时候，王家却托人从老家传来了信，要我回村里嫁人。他们在电话里说，二弟已经谈了个对象，女方条件不错，只不过要求家里在县城买一个房子。但仅凭王家世世代代窝在村里靠种地为生攒下来的积蓄，哪能拿得出来买房子那么多的钱？无奈之下，他们把主意打在了我的身上。一个上过学的初中女孩，想找一个舍得花钱娶媳妇的人家，并不难。可我不甘心，我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就这样任由别人摆弄，所以我辞了职，只身一人去南方城市打工。全身上下除了刚办不久的身份证，就只剩1000块钱的存款。想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大城市落脚，对于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来说，哪有那么容易？哪怕只是租一个城中村的房子，1个月都不止500块钱，更不要想其他。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遇到了周波。人生的前18年以来，生命里唯一出现的光，也是被我视为后半生救赎的人。他看向我的目光从来都是肯定、鼓励，所以哪怕他读完高中就辍学打工，家里条件普通，我也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他。可我没想到，被我视为救赎的男人会亲手将我推入另一个火坑。1年以后，
我和周波确定了恋爱关系，他带我回了一趟老家。他妈是典型的农村妇女，看到我的第一眼，目光里就止不住的嫌弃。在他心里，一个初中毕业就出来社会打工的打工妹，配不上他那么优秀的儿子。如果不是因为家里有3个儿子娶不起媳妇，他是断不可能点头同意我嫁进周家这个大门的。在之后，我带周波回了一趟老家，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养父母，顺便把户口迁了出去。王家一大家子人眼看没能从我身上得到朝思暮想的那笔数额不菲的彩礼，当街就撒起了泼，骂我是只白眼狼。我目光冰冷地看着他们，一桩桩一件件细数18年来他们对我的所作所为，不过就是给我一口饭的事情，竟能被他们说成天大的恩惠。打工3年，每个月的工资都有2000块钱，除了200块钱的生活费，其余的全被他们扣在手里，加起来也足够偿还王家对我的养育之恩，还想要彩礼？做梦！我如愿以偿地嫁给了周波，从此也和王家断了关系，一夜之间从王家变成了周波的老婆。我们的婚礼只是简单的置办了几桌酒席，更别提婚纱照、3金彩礼。那些对于别人而言结婚再正常不过的要求，在我这里全是奢望。因为周家一共有兄弟3个，周波是老大，用他妈的话来说，家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来买那些东西，不然哪轮得上我嫁给他们引以为豪的大儿子。周波的温柔体贴让我同意了那些荒诞无理的要求，可是到后来，在他们眼里，我不要1分钱彩礼的举动，却成为我倒贴没人要的证据。在婆婆一如既往的言语贬低下，村里所有人都认为我配不上周波，好像所有人都没有在意过。严格来说，我和周波也算自由恋爱。那时候我还一厢情愿地以为，虽然不受婆婆的待见，但最起码周波他是爱我的。可生活哪会像想象中那般美好？婚后不久我就怀了身孕，刚做健身教练不久的周波又常年在外地，两地分居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除此之外，我还要和一个处处看不上我的婆婆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日积月累的不满，在我生下女儿周婉宁之后更是达到顶峰。我实在没想到周波的亲妈会丧心病狂到那个地步，她一再阻拦说我去医院生孩子浪费钱，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在家里，还说我矫情，直到耽搁的时间过长，差点难产，在邻居的提议下才急匆匆地把我送去了镇上的医院。由于孕期营养不良，女儿生下来只有3斤5两，所有人见了都说怕是养不活。婆婆一听，又怎么肯浪费钱继续住在医院，执意要带我回家，把女儿送人。他们对我百般为难，我可以容忍，可他们敢为难我的孩子，那就是要我的命。我拿着菜刀拦在婉婉身前，和周家所有人对峙，谁敢动我的孩子，我就和谁拼命。就那样，我硬是靠着一身孤勇保下了我的女儿。我拿着结婚前打工1年积攒下来的存款，抱着刚刚出院的婉婉，在县城里租了个房子，就我们娘俩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那时候因为奶水不好，婉婉总是吃不饱闹觉，半夜醒来经常哭，我只能抱着她在地上来回走动。就那样，把她从巴掌大的一个小家伙养成了和其他同龄孩子看起来毫无差别的模样。暖暖刚过完1周岁生日，迫于生活，我只能带她跑起了外卖。可即便那样，我也从没觉得苦。有女儿婉婉，还有视频时周波溢出屏幕的心疼，我觉得不管我受多少的苦，都值得。
我本来以为生活就这样平淡无波地过下去，也很不错。直到我们结婚第2年纪念日的那天，周波突然带了一大捧玫瑰花出现在我面前，身上还带着若有若无的女士香水味。结合他工作的地方，我又怎么会不明白？晚上哄女儿入睡以后，趁她洗澡的时候，我打开了她的手机，第一次看到了罗欣的照片。他们旁若无人的亲昵聊天，深深地刺痛了我的眼。等他从卫生间出来以后，我们爆发了结婚以来最大的一次争吵。他骂我心思狭隘、胡思乱想，我骂他自私自利、贪财好色。作为一个本应为妻女挡风遮雨的男人，却扬起了他那蒲扇大的巴掌，对我动起了手。一个健硕的成年男人，手劲其大，他那一巴掌直接打得我嘴角流出了血。说起来也奇怪，不管是在周家还是在外人面前，一向脾气温和的周波，自从结婚以后，只要回家，脾气就格外暴戾。我刚开始以为是自己说的话伤到了他的自尊，为了给女儿婉婉一个完整的家，再加上他磕头认错，一再保证绝不会再犯，我才原谅了他。自从发现他和罗欣的事情之后，他在休假的那几个月里老实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去送外卖的时候，他会在家帮忙带碗碗，偶尔还会帮忙做几顿饭。就在我以为他会有所收敛，从此以后会和我踏实过日子的时候，他却再次开始沾花惹草。哪怕女儿高烧生病，他都能做到不闻不问，一心和他的小情人罗欣打情骂俏。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继续下去的必要？看着手机里拍下的照片以及录音，我突然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的离婚理由。尤其是在有了离婚的念头之后，后面的一切更是顺理成章。自从带婉婉送外卖被记者拍到照片以后，我的社交账号就火了，接二连三的人联系我，想要给我提供帮助。可我觉得自己有手有脚，凭着自己的双手吃饭不丢人，所以拒绝了那些人的要求。同时也收获了很多陌生人的鼓励。那是我第一次利用社交媒体揭示了狼狈不堪的婚姻真相。我将手机拍到的周波出轨照片以及录音，还有他和罗欣私下聊天的记录截图，一股脑的全部甩在了网上，一时间掀起了滔天巨浪。作为插足别人婚姻的第三者，尤其是明知别人结婚还插足的第三者，罗欣当时就收到了一大片网络骂声。很多关注我的网友开始在罗欣的社交账号下留言，逼得他最后不得不注销账号。至于离婚诉讼内容，除了孩子和抚养费，我什么都不要。周波回家以后，我直接递给了他一封离婚协议。刚和罗欣亲热完的周波刚一进门，就发现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椅子上，随口问道：“婉婉呢？”我嗤笑着看他一眼，原来你还知道自己有个女儿呢。周波却松了松领带，眉头紧锁：“王佳佳，你别一天到晚没事找事，不就是没接你电话吗？值得这么小题大做，还要离婚，你知道吧？”听着他语气里毫不遮掩的不耐烦之意，我只觉得更加心寒。明明还没结婚之前发誓会一辈子对我好的那个人是他，可不过短短4年的时间，他却像完全变了个人一样。我全心全意地照顾着这个家，独自一人抚养着女儿，哪怕他把每个月发的一大半工资都交回了家里，我也从未说过他什么。可到头来，却还要承受他的背叛和数不清的抱怨指责。我声音平静地说道：“婉婉今天被你妈带回村里了，趁孩子不在家，我正好有事和你说。”周波听到这话，却一下子变了脸色：“王佳佳，
不要总是你妈你妈的叫。我们结婚都4年了，那也是你妈。我冷笑一声，从沙发上站起来，与他对视。是吗？那我告诉你，马上就不是了。不等他仔细询问我的意思，那纸离婚协议书已经直接甩到了他的脸上。准备起身去洗澡的周波听到这话，背影一僵，转过身来，不可置信地盯着我的眼睛。直到现在，他仍然觉得我只是闹脾气，拿离婚这件事来开玩笑。只见他一脸满不在乎的表情，用着无所谓的口吻：至于吗？之前婉婉生病难受，不也是你一直陪着吗？难道就因为这一次不接你电话就要离婚？别闹了行吗？看起来像是示弱，实则却是嘲讽的语气。我真的受够了。这一次我更加坚定了自己想要离婚的决心。狗怎么可能改了吃屎？背叛婚姻、出轨这种事情，有一就会有再二再三。只因为想给孩子一个看起来完整的家庭，便要忍气吞声地过完余下的几十年。我真的不可能做到，对婉婉来说也不公平。缺席的父爱，还不如从来就没有。这是命，我认，他也得认。我扯了扯嘴角，不就是一个电话？周波，你说的可真轻松。女儿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吗？从婉婉出生到现在，你陪过她几次？孩子半夜高烧不退，需要人陪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声音顿了顿，又继续说道：对，你确实忙，忙着陪另一个女人，甜言蜜语，细心安慰。这么多年，哪怕是条狗，也应该被我养熟了吧？你呢？你都在做什么？周波惊讶的目光看着我，语气难免带着些慌乱，极力否认着我说的一切。不是的，老婆，你听我解释，我的心里只有你和女儿2个人，只不过我只是有些累，所以想找人聊一聊天而已。听见他下意识的反驳，我只觉得可笑。如果此时他能敢做敢当，承认自己背叛婚姻犯下的错误，我虽然会恨他，但最起码还能让我相信他是真的因为爱上了别人才会选择出轨。可现在看来，他只不过是一个懦夫，一个畏首畏尾、不敢承担责任的懦夫。从头至尾，他爱的人怕是只有他自己。想通了这个事情，我就觉得现在的争吵没有任何意义。声音平静，累不是你正大光明背叛婚姻的借口，而且这场婚姻里累的人不止你一个。如果不是今天正好在医院碰到你和他，我还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你一直借口不回家，是因为外面另外有一个家。周波，你毁了我对婚姻所有美好的幻想，你让我不敢再去相信别人，你让我开始自我怀疑。这样的婚姻没有任何坚持的必要，我只要女儿的抚养权，以及每个月2000块钱的抚养费。除此之外，离婚以后我们再无关系。听到这话，周波的神色更加慌乱，他看着我，突然起身想要扑过来抱住我，我躲开了，眼神淡漠地看向他：别碰我，我嫌你脏。离婚是一定的，如果你不同意，那我就起诉。周波整个人定在那里，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他缓缓开口：佳佳，我们不离婚，哪怕是为了婉婉，你忍心让他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吗？对，还有罗欣，我现在就把他删了，以后再也不和他联系。我们不离婚好不好？我站在原地不为所动，这一幕却惹怒了周波，他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一样无能狂吼：王佳佳，你闹什么？离婚以后你拿什么养活我们的女儿？就凭你每个月送外卖挣的那3000块钱吗？又一次听到他主动提起关心女儿的话题，却只是为了威胁我不要离婚。这一刻我无比后悔，当时的自己怎么就能心眼心盲到这种地步？
我声音平静地说道：“如果你觉得我养不起婉婉，那我可以放弃她的抚养权，但是你必须把她带在身边，不能扔给你妈照顾。这点你能做到吗？”周波听到这话更加恼怒，把家里能砸的东西全部砸了个稀碎。你竟然不要婉婉！王佳佳，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她是你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你现在竟然想把她丢给我一个人照顾？你这样的女人怎么配当妈妈？听着周波无耻至极的话，我只觉得无比恶心，整个身体都跟着颤动起来，满眼怒火地看向他。我不配当妈妈。周波，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说，你就配当爸爸吗？这么多年，你有唤过婉婉一下吗？婉婉也是你的女儿，为什么你不能主动争取她的抚养权呢？说完这句话，我无力地跌坐在床上，回想起婉婉出生第1年，她休年假回家，小心翼翼抱着婉婉的模样，就好像拥有了全世界一样。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心里对他家所有的埋怨也随之烟消云散。所以，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变的呢？我不知道。周波说不过我，扬起的手放了又放，又想和以前一样，通过暴力解决问题。我索性将脸高高扬起，伸长脖子递到他面前。还想再打我一次吗？来呀！正好给你家暴的行径再添一个证据。他退无可退，只能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躺在床的另一边。过了半个小时，我把已经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放到他那边的床头柜上，看着他蜷成一团的身影，心情毫无波澜。想了想，还是开口说道：“周波，现在离婚，不管是对你还是对我，亦或者是罗欣，都算一种比较好的结局。既然我们都坚持不下去了，那就好合好散，放过彼此不好吗？你和罗欣结婚以后，还会有你们自己的孩子。如果想婉婉，你也可以来看她，难道这样不好吗？”周波仍然维持着刚才的姿势，一动不动地蜷在那里，沉默不语。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女儿的那张小床上，一宿没有闭眼。只要一闭眼，脑海中就会浮现他抱着罗欣你侬我侬的那些画面，而我不想去回忆那些画面，它们就像尖刺一样刺在我的心里，密密麻麻的痛时不时传来，拔都拔不丢。第二天一早，我直接起身坐车回了一趟村里。周波他妈正在洗锅碗瓢盆，看着水池里落成好一堆的碗筷，还有数不尽的杯子、筷子，我只觉得心累。婆婆抬头，眼神不屑地看了我一眼，说话一如既往的抱怨嫌弃：“总算是来了，不是我说你，连个孩子都养不好，一晚上都在哭着找妈妈，长大能有啥出息？”看着他手里攒了不知道几天的碗筷，我终于不再像以前一样忍气吞声。是啊，我养的女儿自然不像您有出息，连碗筷都能攒10来天才洗，苍蝇都不知道换了几个轮回。话刚说完，婆婆就用她那还没擦干的手指哆哆嗦嗦地指着我，骂我尖牙利嘴，不知道尊敬老人。我一边抱起女儿，一边头也不回地对她说道：“尊老得看什么老？亲孙女长到3岁才带过一晚上的奶奶，又有什么好让人尊重的？”说完那句话以后，我头也不回地离开，忽略身后她骂骂咧咧的话语，左右不过那几句，翻来覆去。幸好马上就要离婚了，以后再也不会和她有见面的机会了。这样一想，我的心情立马又好了很多。回到城里，带女儿买完菜回家，打开房门，竟看到已经收拾整齐的家。此时的周波正系着围裙，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地做饭。因为当着婉婉的面，我没有理他。吃过晚饭，我去厨房里洗碗，
刚刚还在陪女儿玩耍的周波也跟了进来，试图像以前一样插科打诨的蒙混过关。我直接动手把他推了出去，边关门边留下一句：周波，差不多就行了，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如果真的为我和婉婉好，就赶紧把字签了，免得耽误你和罗欣在一起甜蜜。周波讨好的笑了笑，老婆，这2天我已经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了，我一定会改正的，你原谅我，以后不要再闹脾气了，好不好？我停下手里的动作，目光直直地看向他，声音无比认真。周波，我没有在闹脾气，也没有开玩笑，你应该明白婚内出轨会落得什么下场。周波面色苍白，额头青筋凸起，我又重新开始切菜，忍不住想，这下他应该会同意离婚，不管是为了他自己的前途，还是为了罗欣的名声。饭菜做好端上饭桌的时候，婉婉一边乖乖地吃饭，一边用好奇的目光来回在我和周波脸上打量。周波下意识地问了一句：婉婉，你在看什么？婉婉咽下去最后一口饭，直接问道：爸爸，你怎么还不回去上班？周波尴尬地笑了笑，难道你不喜欢爸爸一直在家陪着你和妈妈吗？婉婉挠了挠头，不假思索地说道：可是你不是很忙的吗？我有妈妈就好了。周波张了张嘴，最终却什么都没有说。直到晚上哄婉婉睡着以后，周波电话响了起来，是他妈打过来抱怨的。我一把抢过他的手机，几乎是怒喊出声：不用再和你儿子告状了，我们马上就会离婚了，这下你称心如意了吧？电话那头的婆婆沉默了片刻，终于反应过来，直接在电话里破口大骂：反了你了，你冲谁嚷嚷呢？还想离婚？难道我儿子对你不够好吗？我看你就是好日子过得久了，闲得慌。周波一年到头都回不了家，挣的钱全给你，你们娘俩吃的穿的用的，哪一样不是用我儿子的钱？做人还是要知足一些。听着婆婆电话里理直气壮的声音，我突然觉得这样吵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只是什么叫这么多年挣的工资全给了我？据我所知，周波现在每个月的工资再加上各种补贴，最少也有1万块钱。可他每个月打回家里的钱只有3000，剩下的他说全交给了家里。毕竟还有2个弟弟没有结婚，所以那些钱都去了哪里？我索性不再替周波隐瞒。你儿子每个月只给我们娘俩3000块钱的生活费，剩下的钱说是全给了你。至于离婚的原因，你应该问问你儿子，除了我们娘俩，为什么外面还有另一个家？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一向的理不饶人的婆婆也不再说话。挂完电话，过了好久，我的情绪才平静下来。这中间，周波一直不停地在向我道歉，无非就是那几句：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们一家3口好好过日子，这么多年你辛苦了。我揉了揉隐隐作痛的太阳穴，周波，我累了，我希望尽快办好离婚手续，不管是你还是你家的人，我以后都不想再看一眼。为了避免造成进一步的社会舆论影响，我和周波长达4年的婚姻生活终究还是结束了。就像我曾期盼的那样，女儿婉婉的抚养权归我。除此之外，她每个月需要支付2000块钱的抚养费。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我承认除了轻松，心里还隐约有一点点失落。只是可惜，那么多年的青春，到头来还是为了狗。不对，我不能侮辱狗。长达4年的婚姻生活，终于让我明白，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依靠的那个人，永远只有自己。手心向上一天，会被对方当作撒娇情趣；手心朝上几年，
就会被别人当作贪心不足。所以呀，我养你这3个字到最后就会变成我养的你。只可惜我明白得太晚。和周波离婚以后，所有人都认为我会带着女儿晚晚过上穷困潦倒的生活，过一段时间就会后悔当初离婚的决定，重新回到周家，抱着周波他妈的大腿悔不当初。只可惜他们低估了我，也低估了我的女儿。最难的时候我已经熬了过来，又怎么会怕再熬一段时间？婉婉到了3岁，刚好可以上幼儿园。每天早晨把她送去幼儿园以后，我就会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回家做3大锅的饭菜，打包成盒饭，骑着电动车去工地卖饭。工地干活的大多都是和我一样从农村出身的穷苦人，根本不舍得花几十块钱去下馆子。我做的饭味道可能比不上5星级酒店大厨，但量大管饱，有荤有素，最关键的一点还物美价廉，生意出奇的好。每天中午刚停下车子摆好摊，准备的盒饭很快就能卖完。光是第1个月，我卖盒饭挣的钱就能顶上之前送外卖2个月的钱。虽然比起高收入，这5000块钱也算不上太多，但我已经心满意足。哪怕为了婉婉，我也要争取在这个城市立足。要是有可能的话，我还想买一个小房子，那样也好布置成婉婉喜欢的公主房间。如果想要在市里买房子，只靠现在卖盒饭肯定存不够钱。只读完初中就辍学打工的我，打心底觉得还是应该多读点书。这么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着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的文化学历越来越高。想要赚钱，只靠我初中毕业的文凭学历显然是不够的。知识决定眼界，我对这句话始终深信不疑。就这样，每天除了接送孩子上下学、做盒饭，我把所有可以利用的空闲时间利用起来学习，去网上搜索拍段子、剪辑视频的教程，一点点摸索、学习、进步，直到我拍的关于做饭的那些小段子慢慢火了起来，关注我的人越来越多。社会是个大染缸，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尤其是在网络飞速发展的这个时代，有自己淋过雨就想给别人撑一把伞的好心人，自然也有冷嘲热讽习惯贬低别人的键盘侠。刚开始我摆不正心态，总是真容易受这些评论影响。其中我做过最极端的事情就是跑去做了医美。那个时候我总以为自己真的像周波曾经说的那样，黄脸婆一个，不注重保养，长得又老又丑，让人看了就倒胃口。所以我试着做出改变，试图让自己变得更美一些。我要亲眼看着再次见面的时候，她会后悔自责，错过我这么好的女人。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从头到尾，我最应该取悦的人只有我自己。他会出轨，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是因为家里的山珍海味吃多了，哪怕是外面的一坨屎，他都会觉得香。这场婚姻里做错事的那个人，从来都不是我。再一次见到罗欣，是我和周波离婚后的第3年，也是我拥有100W 粉丝的第2天。我去参加品牌方发布的线下活动时，刚好看见身为小助理的罗欣手里拿着10几杯咖啡，匆匆忙忙地赶着电梯，耳朵上挂着的蓝牙耳机，还在不停地向对方赔礼道歉。对不起顾总，我马上就到了，现在正在等电梯，麻烦您再给我2分钟的时间。他的样子和3年前我在医院遇到他的时候完全变了个模样。那时的他一脸春风得意，眉眼间全是自信张扬，哪像现在卑躬屈膝，
小心翼翼地向甲方赔礼道歉，百般讨好。我没有和他闲聊家常的想法，毕竟以我们的关系还没到那么要好的程度。我没有选择做工作人员给我安排的 VIP 通道，准备绕开他上楼，却还是与他不期而遇。看见我的那一刻，罗欣失声大叫：“王佳佳，你怎么会在这里？”直到反应过来场合不对，才放低了声音，但不过片刻，又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板，像3年前一样盛气凌人地看着我说道：“王佳佳，像你这样只有初中学历的女人，怎么配来这个地方？”在他眼里，江州市鳞次栉比的办公大楼，公司门口停靠的一部部豪车，甚至他手中提着的几10块钱一杯的咖啡，都不是我这种离异带着一娃生活的单亲妈妈配拥有的。哪怕我在社交媒体拥有的粉丝数量不少，他也会下意识地认为这都是我为了挽回周波演出的假象。我理了理额前的碎发，目光转向陪在我身后的品牌方、活动方小助理，笑着说道：“当然是拿着邀请函来的呀。”罗欣在看到小助理的第一眼，表情难堪的差点哭出来，随后又不知道脑补了什么，继续对我冷嘲热讽：“就凭你，还有邀请函？做梦呢吧？你知道这次参加活动的都是什么人吗？全部都是江州市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非富即贵。自从3年前离婚以后，我已经见惯了太多的人情世故。像罗欣这种捧高踩低的嘴脸，我也不是第一次遇见，最多不过是在公司同事那里受了些嫌弃，想在我这个曾经被他抢走老公的可怜前妻身上找回仅剩的那一点优越感罢了。我低头看了一眼宝格丽手表上的时间，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一边往活动场地赶，一边随口敷衍了几句：“我觉得我这样挺好，总比你提着一堆咖啡小心翼翼的陪笑脸好。”罗欣压根没想到，在人前从没公开和他撕破脸的我会当众回怼，让他下不来台，所以他只是张着嘴吞吞吐吐，到最后什么也没说。从离婚以后，就再也没刻意关注过周波和罗欣状况的我，此刻不得不承认，看到他们吃瘪的模样，心情说不出的痛快。我嘴角勾着笑，坐上了电梯，直到21楼才停了下来。没想到刚出电梯，就遇到了从另一部电梯出来的罗欣。活动现场负责保卫的人员中还有周波，这该死的缘分，还真巧，同样的时间地点遇到同样讨厌的2个人，这种感觉还真奇妙。眼看着我要向会场内部走去，周波伸手拦住了我的脚步，匆忙开口：“21楼是今天公司用来招待贵宾举办的商务活动，没有邀请函你不能进去。”如果是3年前刚离婚的我，意外与他们重逢，可能心底还会有或多或少的不甘。可现在，我只觉得他们可笑，无知者无畏，指的应该就是他们。带着积怨已久的情绪，我直接迎上周波打量的目光，毫不退让：“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我手里的邀请函是不是真的？就凭你一个临时聘请的安保人员，也想拦我的路？你配吗？”刚刚送完咖啡赶过来的罗欣正好看到了这一幕，顿时尖叫出声：“你竟然敢这么和周波说话！你以为你是谁？”他还想继续骂下去，主理这次品牌活动的负责人已笑着迎了出来。罗欣那个脑子不够用的，还以为这是公司领导站出来给他撑腰，甩了甩头发，又准备用那种鄙夷不屑翻白眼的眼神看我。与此同时，品牌活动方主理人，他的领导却一见讨好的笑着上前握住了我的手：“王总，终于把你盼来了，真不容易呀。”
罗欣和周波骄傲自信的目光骤然碎裂，只听到周波情不自禁地看向我，问道：“王总，你什么时候变成的王总？你不是卖盒饭的吗？”品牌活动主办人听了这话，生怕把我惹怒，当下就语气不善地批评：“哪里来的安保？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谁允许你这么和王总说话的？还想不想干了？”看着他们不可思议的眼神，我也索性摆起了架子：“你算老几？难道我升职加薪还得跟你报备？”直到进入会场的前一刻，余光中还能看到罗欣眼中的愤恨与嫉妒。我笑了笑，有些人还是一如既往的蠢。以前在周波眼里，不会穿衣打扮的黄脸婆摇身一变成了他们高攀不起的贵宾，可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傍上的兵哥哥，却因为婚内出轨被部队开除，只能当一个临时安保。果然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周波和罗欣自己选的路，哪怕跪着也得走完。会场活动整整进行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作为助理和安保人员，周波和罗欣也只能在会场门口直站了1个半小时。活动一结束，我还要去学校接女儿，第一时间就离开了会场。感觉难堪的罗欣此时已经刻意躲了起来，只有周波不要脸地贴了上来，脸上挂着我从没见过的温柔笑意。佳佳，这么多年没见，你还是像当年刚认识的时候那么好看。参加了这么长时间的活动，肯定饿了吧？要不要回家里吃饭？我回去给你和婉婉做你们最爱吃的番茄炒蛋。这道菜的确是我和他曾经谈恋爱时去饭店最常点的那道菜，倒不是因为味道有多好，只不过是和其他荤菜比起来，这个价格最便宜。刚生下婉婉那段时间，为了照顾好自己和孩子，也为了省点钱，饭桌上连着1个月都是番茄炒鸡蛋，除此之外，只剩1碗主食，不是米就是面。直到最后看到这道菜，就下意识的恶心反胃想吐。如果不是婉婉主动要求，我在家基本不会做番茄炒鸡蛋这道菜。我笑着摇头，从以前不算美好的回忆中挣脱出来，直接拒绝了他的提议。不用了，我还要去学校接婉婉放学回家。周波却在听到这一句话以后，眼神很明显的亮了亮。可能在他心里，他始终都是女儿最信赖的那个爸爸。只听他声音带着一丝雀跃：“正好我今天开了车，我们一起去学校接女儿放学吧。”看到他根本听不懂拒绝的模样，我只觉得莫名烦躁。幸好就在这时，保姆林姨打来了电话，说她正好从菜市场买完菜回家，路过幼儿园放学，顺路接了婉婉放学回家。电话那头的婉婉却在听到我的声音以后，说话都不自觉的委屈：“妈妈，你明明答应我晚上放学要来学校接我的，为什么老是言而无信，说话不算话？”听到女儿可怜巴巴的委屈声音，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母女2个一直生活在一起，相依为命。每次我感觉自己累得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是女儿婉婉给了我勇气和动力。所以除了女儿上学在学校的时间，只要她休息，基本都会被我带在身边。刚开始和各个品牌方谈合作的时候，有的公司看见我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还会派专人小助理帮忙照顾。正是因为这不可多见的善意，我才能一步步坚持走到现在，创立了自己的直播公司，成为了别人口中那个年轻有为的王总。我千娇万宠的把女儿养到这么大，就是为了憋那一口气，不让别人看我们母女的笑话。我要向所有人证明，
即使离婚，不跟在爸爸身边生活，我的女儿生活的也不会比任何人差。就连婉婉平时挑食不爱吃饭，我都会想尽办法变着花样让她多吃2口。现在电话里听到她这么委屈，我又怎么可能不心疼？不想再理会身后想要叙旧的周波，我径直坐上电梯去1楼门口开车。刚系好安全带，一直跟在我身后的周波也趁车门没锁钻上了车，直接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我再也压不住心底的怒火，直接冲他喊道：“滚下去我的车！”他却死皮赖脸的不肯下车，还振振有词：“我也是婉婉的爸爸，我有权利去探望我的女儿。自从离婚以后，连个电话都没给女儿打过，现在还好意思拿着他是婉婉爸爸这件事说理，真是好大的一张脸。也不知道谁给他的自信。”周波在说完这句话后，虽然借着看向窗外的机会转过了头，可他转头的那一瞬，我还是抓住了他眼神里极力掩饰的贪婪算计。我当然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无非就是觉得我现在有钱了，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女儿，看在女儿的面子上，只要他再像当年追我的那样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顺便再说几句甜言蜜语，我就会感动得泪流满面，重新答应和他在一起。然后我现在所拥有的财富地位，理所应当的都转到他的名下。一想到他抱着这样的目的接近我和婉婉，我就打心底觉得恶心。可一旁的周波却丝毫没有发觉我脸上的厌恶，也有可能是装作没有看见。他自顾自地回忆起了当年。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时候你又瘦又小，眼睛里全是戒备，生怕别人把你拐卖到别的地方。后来还哭着说，要不是我，你真的不知道自己以后该怎么办。没想到这才几年，你已经独当一面，还能开得起豪车。这些年你一个人带女儿生活，一定很辛苦吧？看他一脸沉浸在回忆中的模样，以我对他的了解，短时间内怕是不会下车了。想到还等在学校等我去接的女儿，我一脚油门踩了下去，不想和他再多做无谓的争辩。让人意外的是，当我赶到学校的时候，婉婉正兴高采烈地和一个年轻的男老师做游戏，直到看到我的身影，才像小炮弹一样向我飞奔过来。跟在他身后的男老师红着脸向我微笑示好：“王总，你好，我是新来的外语老师。刚才放学以后，婉婉非要留在这里等您，我就陪她做了会儿游戏。”看着她局促不安的样子，我勾了勾嘴角，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多谢你帮我照顾婉婉，如果方便的话，欢迎你今天去我家里做客。”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见多了精于算计的人情世故，倒是这样的善良呆萌的大男孩很少见了。一旁的婉婉也开始拉着这位男老师的袖子，不停地央求他去家里做客。就这样，这位年轻的男老师终于答应了下来。上车的时候，我随意问了一句：“忘了问你了，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腼腆害羞、刚毕业不久的男老师红着脸笑笑：“我叫陆阳，您直接喊我名字就可以。”还没等他说完，一旁的周波已经摆出一副男主人的架子，一边拉过婉婉的手，一边向老师道谢：“今天真是谢谢您了，我和孩子妈妈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差点来不及接她放学。”看着他眼睛里自然而然露出的得意，我只想给他一巴掌，只是还没等我动作，婉婉已经向我求助：“妈妈，他真的是爸爸吗？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没见过他？”听到婉婉这句话，我只觉得心里一阵就疼。是啊，
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在乎罢了。我把婉婉抱在怀里，双手紧了紧，看向周波的目光厌恶无比。趁我没发火之前，赶紧离开这里。婉婉没有你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我们母女俩也不想再见到你。原本我以为一向好面子的周波会转身离去，可终究是低估了他的厚脸皮。听到这话的他不仅没走，反而极有耐心地开始哄着婉婉。爸爸以前工作忙，没时间陪婉婉，以后爸爸每天都过来看婉婉，给婉婉做最喜欢吃的番茄炒鸡蛋。这样婉婉可以原谅爸爸吗？前不久才过6岁生日的女儿当下就准备点头，我却直接制止了婉婉的动作，直接打断了周波的话：别逼我在女儿面前揭穿你的真面目。周波，你怎么有脸说你是婉婉的爸爸？离婚的时候明明是你亲口答应的，每个月支付2000块钱的抚养费，整整3年的时间，你只在刚开始的时候打过2个月的生活费，更别提来看他。你这样的人怎么配做爸爸？趁我没发火之前，赶紧滚，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说完这些话，我直接抱着婉婉转身上车，将目光贪婪又期盼的周波留在了原地。如果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对女儿的伤害，那我情愿女儿从来都没有过这样一个爸爸。陆老师在家里吃过晚饭后，给婉婉讲了《西游记》的一节故事。直到陆老师离开后，女儿洗漱完，躺在床上问我：妈妈，孙悟空那么厉害，也没有自己的爸爸妈妈吗？我点了点头，问她：婉婉很想要爸爸吗？在我的心里，女儿虽然年纪小，但我一直用朋友的方式和她沟通交流，尊重她的想法意见。所以当3年未见的周波再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以婉婉爸爸的身份打乱我们平静幸福的生活时，我内心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丝挣扎慌乱。但我依然相信婉婉，并决定尊重她的想法意见。我和周波之间的是非曲直，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事情，不能把婉婉也夹在中间。如果女儿喜欢她，我也会尊重女儿的想法。直到婉婉坚定不移的声音响起：我不喜欢爸爸，我有妈妈陪着我就够了。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就是妈妈。我低头看向女儿澄澈纯净的目光，内心一片柔软，忍不住亲了亲她的额头，内心更加坚定了要把周波赶出我们视线的想法，绝对不能让他破坏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那天之后，我的生活好像又回到了正轨，除了每天更新视频，就是去公司开会，其余时间全部用来陪伴女儿。周波和罗欣好像只是短暂的在我的生活又出现了一下，即使后来我和他们所在的那个公司还有品牌合作，却也始终没再见他们一面。依照我对周波的了解，他们绝对不可能这么轻易放弃，所以更多的可能是他们在密谋一个更大的阴谋。那个阴谋主要针对的人是我。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正在学校上课的婉婉会突然被人接走。老师打电话联系我说，婉婉是被他爸爸亲自来学校接走的。可不管我怎么给周波打电话，对方始终都无人接听。那一刻，我浑身的血液都瞬间冻住。我不知道周波他们想要干什么，我怕他们伤害婉婉，去警察局报警。警察说失踪不够24小时的时间，不能立案，再加上可疑人员是孩子的父亲，更建议我们双方冷静，坐下来好好沟通。这叫我怎么冷静？从警察局出来，我开着车一脚油门踩了出去，奔着周波老家村里的地址飞速行驶。路上给周波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对方依旧显示无人接听。
直到快到村口的时候，合作伙伴直接给我发来了一张朋友圈截图，图片上正是笑得一脸灿烂的周波罗心，以及坐在他们中间笑得勉强的婉婉。那一刻，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只要确认婉婉现在安全就好。至于周波和罗心的目的，不难猜出，他们想利用婉婉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好处。目的还没达成之前，他们只会尽最大的努力哄婉婉开心。在那之前，我只需要安静等待，做出一副完全不会被女儿左右情绪的模样，那么他们就会狗急跳墙，把婉婉还回来。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尤其是他们在娱乐新闻发现我疑似交了新男朋友的消息之后，为了避免我的财产将来都会交给别人，周波立即就把婉婉送到了家门口，头也不回地离开。看到失而复得的女儿平安无事地站在我面前，连着几天揪着的心才总算放了下来。和以前一样，在女儿情绪平静之后，我问她那天为什么会选择和周波离开。女儿红着一双眼睛，啜泣着告诉我，爸爸说，如果我一直跟在妈妈身边，妈妈就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婉婉也会一直没有爸爸。只要我和爸爸离开，婉婉的身边就会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多一个爸爸爱我。我蹲下身体，神色认真地看着女儿，问她，婉婉，爸爸妈妈已经离婚了，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依然是你的爸爸妈妈，我们对你的爱不会比任何人少。妈妈不会阻拦你去见爸爸，但妈妈希望以后你去见爸爸的时候，能提前和妈妈说一声，不要让妈妈担心，好吗？女儿摇了摇头，直接抱住了我的脖子。妈妈，婉婉知道错了，爸爸他根本不是真心喜欢婉婉，有没有爸爸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婉婉最希望的事情就是妈妈能拥有幸福。从女儿似是而非的话中，我想我已经读懂了她的意思。在女儿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只有妈妈。只要妈妈过得幸福开心，哪怕她要被逼着离开妈妈身边，她也愿意。我紧紧地抱着女儿，声音不自觉地哽咽，傻婉婉，妈妈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和婉婉一直生活在一起，所以答应妈妈，不要再离开妈妈，好吗？女儿重重地点了点头。我们紧紧相拥在一起。从那天起，不管上学还是放学，又或者是上兴趣班，我都一再嘱咐老师，除了我和保姆，不管谁来接婉婉都不能同意。我无法承受再一次失去婉婉的代价，那种心碎难过到无以复加的感觉，我这辈子都不想再体会第二次。至于周波和罗心，我只需要稍微动一动手指头，就会让他们再无暇顾及我的生活。毕竟都是有黑料缠身、履历不干净的人，稍微透露几分，用人单位都会将他们排除在外。贫贱夫妻百事哀，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他们的生活也和我当年一样，过得一地鸡毛。更何况以周波和罗心的性格，两个人都不是那种忍气吞声、宽容大度的人。用脚趾头想，我都能猜到他们几个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每天会过着怎样鸡飞狗跳的生活。作为钱婆婆始终看不上的钱儿媳，我现在也成了她嘴里比罗心强了几十倍的好儿媳。当然，这些话都是从那些大家都认识的人中传出来的，虽然不能肯定100%全部是真，但也有90%。毕竟罗心从小到大娇生惯养，有一对疼爱她的父母，从来都舍不得让她干家务。周波更是无药可救的大男子主义，这样子自私自利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再加上一个没有距离感、
喜欢对儿子生活指手画脚的婆婆，每天不鸡飞狗跳才怪。可这些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不正是他们3个人一心期盼的幸福生活吗？仔细说来，他们还得感谢我成全。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满足，婉婉也是。经过上次的事情，她好像一夜之间就长大了许多，不再像以前一样动不动就哭哭啼啼，遇到事情也不只是寻求老师家长的帮助，而是学会了自我保护的方式。她开始试着反抗那些对她并不友好的语言和行动，成为了一个勇敢、独立、善良、乐观的小姑娘。时间就这样慢悠悠地从指缝间溜走，一眨眼，女儿已经到了出国留学的年纪。这些年来，我也一直没有选择再嫁。说实话，我的确有些恐婚，更准确点来说，我这一生都不会再想尝试那种如飞蛾扑火般不管不顾的孤勇。女儿大3那年，周周因为当场抓住罗欣出轨的现场，一气之下晕了过去，再醒来已经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罗欣贴身照顾了一段时间，实在受不了，选择逃跑。一向以周波为荣的前婆婆，只能在60、70岁的年纪，独自一人照顾起了偏瘫在床的儿子。和女儿打电话的时候，这些偶然从别人那里听来乌七八糟的事情，我没有选择和她说，因为没必要。至于以后的生活，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当初的决定负责，谁都一样。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